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一到夏天，大家会想到什么呢？光是暑假、空调、西瓜，想想就已经很惬意了。不过，对于生活在沿海城市的小伙伴来说，还有一样东西，一到夏天就会不请自来，那就是台风。想必大家都有关注到，今年我国的极端天气特别的多。除了前段时间步步紧逼的暹芭号台风外，各种大大小小的龙卷风也时常出现在广东等地。好在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，我们还是可以进行较为精准的预测台风的走向。但是也仅仅只是提前做好防御而已，碰上像龙卷风这样的极端天气，我们便难以预报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龙卷风。曾经在美国出现过一次最恐怖且最致命的龙卷风，由于当时没有任何的预警系统，龙卷风席卷了3大洲，将近700条生命在狂风肆虐当中丧生。即使许多年过去了，每当出现狂风暴雨，这些幸存者们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。在一些气象新闻当中，我们常常能够听到几级台风、10几级台风这样的描述，这是基于台风的最大风力来划分的，而龙卷风的划分却是基于大风造成的破坏程度。根据藤田级数，龙卷风被分为5个级别。这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龙卷风就是罕见的 F5级，令人闻风丧胆。1925年3月18日下午1点左右，龙卷风在密苏里州艾灵顿附近形成。此时天气预报还一切正常，但很快风暴迅速向北移动，袭击了一个名叫安娜波利斯的矿业小镇，造成突如其来的停电，这让还在地底下的矿工们措手不及。好不容易爬过了150米深的竖井回到地面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还是家吗？整座小镇几乎被夷为平地，建筑物全部被摧毁，家里的妻子和孩子都无处可躲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剩下的则不知所踪。可怕的是，龙卷风在3个半小时内的破坏路径就长达352公里。在穿越伊利诺伊州南部的途中，龙卷风不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，后续爆发的火灾也让人难以招架。在哥勒姆镇，风暴甚至将铁轨从地面上硬生生地给扯了下来，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更是深受其害，像商店、工厂、学校通通的倒塌，风暴所到之处都沦为一片废墟。然而，龙卷风仍然没有一丝丝要减弱的趋势，紧接着又进入到了印第安纳州，摧毁了至少85个农场，它的破坏力就像是来到了一个战场，满目狼藉。在溪流当中，随处可见有远道而来的房屋碎屑、个人用品，甚至还有身份不明的小婴儿。直到下午4点半左右，龙卷风才有所减弱，逐渐消散。难怪这场 F5 龙卷风也被称为上帝之指，就好像是被惹怒了的上帝，随便动动手指头就搞得分崩离析。这次的风暴持续了3个半小时，行进了352公里，不管是持续时间还是距离，都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。龙卷风的直径高达 1.6 公里，平均时速为100公里，峰值速度高达每小时117公里，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最快的龙卷风之一。不幸的是，在这场灾难当中，695人死亡，13000人受伤，另外还有15000座房屋被摧毁，包括了9所学校，造成了高达1700万美元的损失，换算到现在可能要超过20亿美元。除此之外，龙卷风过后随之而来的火灾、盗窃、抢劫都不计其数。通常来说，龙卷风的爆发是由多个超级单体雷暴引起的，每一次雷暴都会产生1个或者多个的龙卷风。不过，当时的美国气象局调查了这个3周龙卷风的破坏路径，发现此次的龙卷风竟然是连续的，没有间断。因此，3周龙卷风很有可能是一个超级单体引发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确实是百年不遇的情况。然而，由于缺乏当时的准确气象数据，人们始终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：3周龙卷风到底是单一的，还是属于一个龙卷风家族？根据目击者描述，由于3周龙卷风的直径非常的大，相当具有迷惑性，远远看上去还以为是不知名的浓雾，有时候还会被大雨和冰雹笼罩，不易被发现。因此，就连在预测天气经验丰富的农场主也都被愚弄了，没有人嗅到这暴风雨来临前的危险。那可能有小伙伴会问，为什么没有关于恶劣天气的警报呢？要知道，在当时，美国气象局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，那就是天气预报当中禁止使用龙卷风一词。所以，当3周龙卷风进行突袭时，官方的天气预报为即将出现降雨和强风，没有人预料到会是破坏性极强的龙卷风。其实，这一禁令源于19世纪80年代，当时的天气预报刚刚涉及到龙卷风的动向，由于还处于起步阶段，官员们比较担心气象学家的预测不够精准，没有100%的把握，就把风暴来临的消息传递给公众，势必会造成巨大的恐慌。出于这样的担心，官员们认为预测龙卷风的弊大于利，他们之间自然也就达成了共识，还是不提为好。那众所周知，龙卷风多发于平原地区，这在美国的中西部很常见，像密苏里州、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居民早就习以为常。但是，即使他们身经百战，也难以抵挡势如破竹的3周龙卷风。
对于当地人来说，他们不在乎风暴形成的真正原因，也不会去深究该不该预报的问题，他们只想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安全。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人们争先恐后地寻找避难场所。风暴就像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，它只要轻轻的一吹，建筑物和树木就能连根拔起，成为杀人的利器。直到龙卷风彻底消散，人们才算是有了喘息的机会，不停地在废墟当中翻找幸存者。而与此同时，各大医院也早就人满为患，只能优先救治重伤者，人们苦不堪言。根据一名幸存者的回忆，当风暴来临之际，杰克逊县副警长乔治当时正在路上巡逻，他还没有来得及躲闪，一下子就被转到了漩涡中心，此后便再也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。还有一个名叫艾萨克的店主，龙卷风夺走了他的11名亲人，全家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幸存了下来。而这样的惨剧在3大洲的受难者当中比比皆是。贝蒂·莫罗尼也是一名幸存者。1925年3月18日，年仅7岁的他在家中吃完午饭后，准备回到学校，天空渐渐变得昏暗。突然狂风大作，老师赶紧带领学生们回到了教室。到了下午2点38分，龙卷风袭击了学校，正在关窗的男孩都被狂风吹走，玻璃全碎。幸运的贝蒂躲在了教室前排的办公桌下，算是逃过了一劫。然而，全班共有36名学生，到最后只幸存下来了3个人，其余的全部都不知所踪。无情的风暴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建筑物、树木都给吹了起来。贝蒂很害怕，他只想回家，于是用尽全身力气从废墟里面爬了出来。小小的身躯在路上跌跌撞撞，街道上满目狼藉，他已经不认识回家的路了。幸运的是，他遇到了一个熟悉的餐馆老板地皮先生。贝蒂问他：“这是世界末日吗？”善良的老板告诉他：“这是龙卷风。”随后，一手抱着自己年幼的儿子，一手紧紧地牵住他。他们在风暴当中一起穿过了瓦砾，终于把贝蒂安全地送回到母亲身边。可惜，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这个家，贝蒂迎来了真正属于他的世界末日。在事发时，他的3个姐姐都躲进了学校的厕所里面。2天之后，搜救人员才在铁轨附近发现了他们的尸体，这离学校已经相差了非常大的一段距离了。可见此次龙卷风的破坏性到底有多强。另外，贝蒂的父亲则在风暴当中被砸伤，头部流血不止，而此时此刻，医院已经人满为患，父亲也只能被安置在地下室等待治疗。事发之后，贝蒂家和其他家庭一样，在临时帐篷里面住了好几个月。一些家庭每天都在寻找失踪的亲人，他们害怕听到尸体已经被找到的消息，也害怕从此以后杳无音讯。长大之后，贝蒂才知道，原来母亲当时已经怀孕了3个月，而她也被狂风吹到了一棵大树上面，陷入了短暂的昏迷当中。不过好在只留下了几处皮外伤，其他都一切安好。几个月后，贝蒂一家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重建了家园，勉强度日。然而噩梦还未结束，贝蒂的父亲虽然在龙卷风中幸存了下来，但因为头部受伤严重，情况一直不好，最终在第2年春天去世了。肆无忌惮的龙卷风毁掉了大部分房屋，死去的同学也给年幼的孩子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。从那以后，每当狂风暴雨来临，幸存者心里都很不是滋味，尤其是孩子，他们有的会钻到床底下，有的会躲进被窝里面，迟迟不肯出来。更有甚者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症状。虽然灾后重建家园迫在眉睫，但是心理重建往往更加重要。灾难当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，很大一部分都留下了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，只不过程度不一，表现的形式也不同。如果没有办法自我调整，还是得需要专业的心理援助进行干预。在3周龙卷风之后，人们对于龙卷风的认识也更加深刻，各地有关龙卷风的观测网络也迅速建立了起来。现如今，有了恶劣天气的警告，龙卷风的死亡率已经大幅降低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彻底摆脱大规模的龙卷风，或许这就是大自然中残酷的一面。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追风者不畏艰险，紧跟龙卷风拍到超级近距离的视频，震撼人心。他们不仅用镜头来科普气象，也能让观众们感受到内心的波动。隔着屏幕，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大自然的怒吼。不得不感叹，在大自然面前，生命是多么的微不足道。自古以来，人们总是想着征服自然，一味的进行改造、利用、索取。可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，人们才会幡然醒悟，原来自己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得有一颗敬畏之心，尊重自然，保护自然，顺应自然。希望这样的改变没有太晚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你们是否亲身经历过一些自然灾害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真真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